他的总理也是，同时也是尼泊尔共产党主席了，叫奥利。中共常讲说啊，我们做的这么好，你们还不来抄作业？奥利就是抄中共作业抄坏的。斯里兰卡爆发类似的这个活动，然后孟加拉呢也推翻了政府，也是类似活动。现在轮到尼泊尔了。所以对中共来说呢，他是非常非常担心的，他真的怕这火慢慢会烧进来。大家好，欢迎收看《震惊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宏林。再次感谢收看我们的节目。前一阵子，我想大家一直很关注的是尼泊尔的 Z 世代哦，这个突然这个对于他们的这个国家的不满哦。然后甚至这个逼迫了最后总理的下台，所以我们看到还有官员被打落水啊等等。其实，对啊，对于我们还是希望朝向一个良善法治的一个样态来讲，看到这个还是不免好奇哦，到底尼泊尔发生了什么事情？特别是刚刚提到了，那这对中共来说会是什么样的一个警钟，或者会不会因为让中共哦因此而升级版？看见别人发生的事情，确保自己在中国境内不会再发生，这会不会让中共未来会用更高压、严厉的手段来对付中国内部的青年哦？我觉得这件事情的一些联动，值得我们来关注哦。那我们今天很高兴再次邀请到台大政治系的名誉教授明居正老师哦，帮我们好好来解析一下。明老师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老师，尼泊尔是很多台湾人喜欢爬山，特别如果你要爬圣母峰，必然这个会去的地方。在这样的一个国家，很难想象哦会发生了这么严重的我们谈到对于青年对政府的这些反抗的一个事件哦。所以这一次当然尼泊尔政府马上就因为之前就是对于所谓的网络的掌控让人这个青年这个暴怒因此而产生了对政府的一些反抗。我相信尼泊尔的政府来讲都始料未及哦。所以这件事大家都很好奇哦，为什么会真的是叫一夕爆发，甚至政府很快的倒台？这个我们也是很匪夷所思。这件事情到底背后，值得我们来做哪些的一些观察呢？当然就是你看到48小时推翻一个政权的，你觉得很惊讶。其实你回去看，我们不是讲过苏东坡嘛，苏联跟东欧这个巴尔共产政权，再加上这个颜色革命，加上这个阿拉伯之春。这几件事情你看看呢，其实有的真的都很短的，像有些是像苏联那个时候呢，东欧那个国家呢，大概平均是1年多一点，当然苏联久一点3年，然后南斯拉夫久一点3年，那其他国家都是，那有的就几天呢，也就是3、5天、5、7天的这功夫就倒台了。尼泊尔这件事情，坦白说，事情刚刚爆发的时候，我们也真的不觉得那么严重，因为你觉得说封一个什么，不是一个了，但他封了26个社交媒体了，那个问题比较严重。事情但是9月4号，9月初开始，9月4号开始的，尼泊尔政府宣布说我要封锁了 X， 就原来 Twitter 啦，然后什么 Facebook 啦、Instagram 啦，跟 YouTube 等等，大概一口气封掉26个这个社交媒体，那年轻人就生气了。尼泊尔的人口比台湾多一点。尼泊尔，大家看一下地图哈，它大概像什么呢？大概像这样走起来，像这个形状，它就差不多真的就是这样子。然后这边是800，这边800多公里，这边100多，这样200公里，所以差不多1比4.5这样子啊。那么比台湾大概是台湾4倍大，但是人口呢比台湾多一点点，台湾2300万，它大概多了差不多700万，3000万出头。这个国家相对来说，因为地理条件的关系，因为历史因素的关系呢，相对来说比较贫穷。然后怎么说呢？它又是一个我们叫做内陆国家，对外它也没有很特别的自然资源。然后过去对外呢就相对比较封闭。一方面当然跟文化有关系，也就是你刚刚讲的宗教因素。他们是笃信佛教为大宗，但里面有这个伊斯兰跟其他一些小的教派印度教等等，但是佛教是大宗。3000万人里面呢，年轻人大概占到差不多43%，就差不多1300万，这比例很高了哈。3000万人里面呢，大概除了年轻人之外呢，很多一般人也用这个网络，也用这社交媒体。为什么呢？
除了说什么嘘寒问暖的通话等等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们常用这做生意，在很多这些小的店呢用这做生意，所以对他来说呢，这生计非常重要。那你政府不由分说，啪一下封掉26个媒体，他们基本上没地方可去，就剩下一个 TikTok， 还有一个什么小的一个什么东西，就年轻人非常生气啊 ，TikTok 上面就开始谈话，就交谈，慢慢就形成了一个这个特别的一个那个交流团体，然后他上面交了之后，事情就越闹越大。最早出来是说和平示威。大概4天以后吧，9月8号开始，从首都加德满都开始示威，然后因为在网络上串联嘛，大家就到好几个城市，大概差不多6、7个城市都爆发了这个相当规模的示威，要求最简单就要求解除这个禁令。那通常是这样，中共非常清楚，这种示威啊，一闹起来之后，你会闹大啊。一方面就是这个禁令可能太不得人心。2方面就是前面累积了太多的怒火，太多的不满，所以一次宣泄出来。那么你如果说当局立刻说好吧，那我赶快再打开好了，可能老百姓也就算了。当局反应很糟糕，他强力镇压，用催泪瓦斯啦，用水炮啦，用警棍打，甚至开枪。这一开枪问题就大了，因为他当然很有理由，他就说啊，因为你们示威群众接近了这个议会大楼了，那我为了保护议会大楼，我不得已做这个事情。暴民是不管这个事情的，暴民是指你一刺激到的时候呢，超过了临界点了，他就变暴民。那前面是和平示威，那后面变暴民。所以警察一开枪的时候，最早说法就是大概打死了10几个人，那这个消息传出就闹得更大。所以后来尼泊尔的卫生跟人口部就说，大概光是那一波呢，大概就死了30个人，然后1000多人受伤，所以事情就闹大了。我觉得背后很重要的原因，你刚刚问到啊，很重要一个因素就是这些年轻世代，他们自称 Z 世代，大概差不多16、17岁到40岁上下，可能再年轻一点点。第一，反对腐败嘛，不用讲了。那第二就是因为贫富差距比较大，他说我们连这个房租都付不起，就你们这些大官们贪污了，然后这些养出了这些富二代、官二代呢，就生活非常好。那你就在出卖我们的未来嘛。所以这几年呢，其实这个事情不是现在开始，前几年已经有一些暴动、有些示威，但没像这次闹那么大。当时大概1、2年前就出现了2个词，一个叫做这个Nepal baby， 一个叫做 Nepal kids。简单说就是尼泊尔 baby 吧，也就是我们说的什么官二代了、富二代了什么等等。那他们因为有了祖上的庇荫，然后又有裙带关系，所以他们享受了特权，过了很好日子。你偷偷摸摸过当然就算了，你还去炫富，就像大陆现在炫富的什么。谁跑到那个纽西兰了，跑到哪里去了？突然间你生活非常好，然后突然爆出来了，撞死人啊，爆出什么事情等等，那所以后面的故事就很多了。那尼泊尔呢，它有选举嘛？那不管你说这选举，你说有多真实或多可靠，至少它有老百姓能够直接参与。所以当他能够有选票，能够有发言权，然后碰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很多内容就联系在一起，所以我觉得真的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吧，这个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这个部分呢，其实另外一个我觉得值得来观察的部分是，大家如果在最近注意国际上的一个政治，特别在选举的时候，显然那个站队已经非常明显了，因为各个国家每次在选举都在问说谁亲中谁亲美，这显然也是跟我们过去所谈到的，也就是说国家在尤其国际情势的部分来讲，显然某些的壁垒分明，逼得你不得不站边跟选边哦，尤其是特别我们看到尤其以尼泊尔来讲，又有一些地缘政治的部分的影响，更是非常的明显哦。在这一次这个爆发之前，刚好大家看到总理才到中国去参加上合峰组织峰会上合会啊，另外也去参加93大阅兵哦。总理在奥利嘛？对，大家就说，这个一方面来讲，有人说哇，这死亡之握；另外一个部分是大家主要是会去注意到这件事情，是以尼泊尔的政治来说，现在它是一个民主政体，但它允许是共产党
常党过去也多次有对于尼泊尔的国家主政，所以基本上来讲，他们被归在当时就是我们就是被推翻下台的总理来讲是较为亲中。老师你怎么看到这一件事情呢？因为这个也是让大家引起好奇，特别是我觉得大家会特别有感受是那一幕，那个他们把习近平的照片，讲官邸怎么有习近平照片，然后把那个照片丢到火堆里面，更让大家坐实，感觉尼泊尔的政府跟中共这边确实好像有一定的紧密关系。是啊，他那个就你刚刚讲说被推翻的总理奥利，他是比较亲共的了。那他这个背景我们等会再说。那结果我们刚刚讲就是说，冰冻三尺呢，非一日之寒。其实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真的是经济跟社会的问题。如果说老百姓生活都不错，什么等等的话，那大家可能怨气不会那么重。那你说贫富差距，你只要大家觉得有未来的话，一般贫富差距大家可接受的，不是不可接受的，就是阶级或者是可流动。我觉得大家在意的是这件事情。台湾就这样，台湾你说贫富差距不大呀，但是你觉得在台湾，你觉得我努力之后呢，我生活是可以改善，当然不会到那种地步。可能很难说跟那些含了金汤匙出生人比，但是我起码我对我未来有一定的把握，我觉得说我可以改善我的生活。台湾这几年不明显了，大概20年前或30年前非常明显了。明显在哪里呢？通常子女这一辈的，第一呢教育比较好，第二呢他工作教育比父母亲那辈好，第二他工作比父母亲那辈好，然后第三呢他收入比父母亲那边好。第四呢，这3个加起来，他的社会阶级比父母亲那边要高，对不对？所以你刚刚讲的社会阶级流动，它明显表现在这里。所以我们那时候开玩笑讲说，台湾是明天会更好。今天大家很少，台湾比较不太讲这句话，因为大家不太觉得明天一定会更好。但是当年真的有这个感觉，也就是你说的社会的流动，基本上是开放跟这个自由的话，大家比较能接受。但如果说不是这样的话，那大家感觉就不一样。不幸的是，尼泊尔这个问题可能比较严重。尼泊尔我刚刚讲是一个山区国家，大家去看一下地图就知道，它北边跟西藏接壤，大概差不多好几百公里吧，大概整真的是800-900公里吧，都跟这个中国接壤。然后另外3边呢，我们刚刚讲的不是这样子吗？那长条形的吗？那长条形的吗？这边跟中国大陆接壤，那这3边都是印度，然后这边再过去一点就巴基斯坦，所以它是这么一个地理是这样子，这么个地理位置啊，这样子的。它是个山区的一个国家，然后相对来说呢，经济比较差，因为这个常年呢，它发展不是很好。过去国内的那个经济，它的国内的工商业基本上不是很发达，它靠什么？靠旅游业。你刚刚不是提到吗？它有高山，全世界的10几座高峰呢，大概有8座在它那里，然后大家去爬山了什么就去那边。第二就是宗教朝圣了，人家很多人去那里看庙啊，去那里，所以对他来说呢，旅游业很重要。2019到2020年这个武汉肺炎爆发，全球大感染之后呢，旅游业受到很大打击，它经济受到很大打击，所以这个是一个就环境的问题。那第二就是，如果说大环境不那么好，但是国内呢政治相对清廉，然后那些官员也清廉，老百姓看在眼里呢，他大概也觉得无所谓。但是如果说你这反差比较大，就是环境又不好，然后这个国内经济也差，然后呢你这个官员又很贪腐，阶级这个贫富差距很大的时候，那大家感觉就不一样了。这叫什么？这叫相对剥夺感。这在政治学跟社会学上是有这么一个名词的。所以第一呢，你又贪腐；第二呢，你的经济发展呢没有效果；第三呢，通货膨胀严重；第四呢，失业很严重。你国内没有什么机会就业，所以很多人呢就跑到海外去工作，很多人是譬如说跑到印度去工作。那有的尼泊尔的库尔克很有名嘛，他们库尔克蒙古，他们去当兵，所以勇敢善战了，又忠诚了，所以很多国家都希望招募库尔克的佣兵。那佣兵的薪水是不错的，你必须知道。那有人做工，有人当兵，然后有人到这个印度去做买卖，做什么呢？所以他们从海外尼泊尔呢汇回国内的这钱呢，
可以到达 GDP 的1/3呀！好吓人，吓死人的事情。这在别的国家很难想象，比如说台湾，很多国家很难想象。所以，如果我们刚刚讲说，他青年人占到差不多43%到45%，不到一半，40%多的话，那这比例第一很吓人。第二呢，他失业率又非常高，那这个当然，我觉得这些因素加起来呢，你想要不动乱都不行。那问题就是什么时候爆发？加上你刚刚讲说，他的总理也是，同时也是尼泊尔共产党主席了，叫奥利。有人就说中共常讲说啊，我们做的这么好，你们还不来抄作业？奥利就是抄中共作业抄坏的，政治上面去高压，然后经济上面呢就搞得为权贵人谋福利。更重要、更糟糕什么呢？这些权贵呢，虽然说是3个党，但经常在那么轮替，就在那抢位置坐啊，你做完就换我，我做完就换他，他做完之后再换你，但他轮来轮去。所以老百姓看在眼里面，就你若换了党执政，然后你把经济搞好，那我们也没话讲。你换了党执政之后，就是换一批人在那剥削，在那贪污的，那我们当然受不了。所以这么一来呢，就刚刚讲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了，所以就说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就这么回事儿。所以现在只是刚好借着说你进了这个我们大家都很习惯用的社交媒体，那就导致生活不方便。其实，如果不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可能任何事情都可以引爆问题啊。是啊，老师刚刚也特别强调，其实尼泊尔基本上是一个民主的政体哦，他们还是透过选举哦，但过去15年来，尼泊尔的民众多数选择以共产党为主的这些政党，所以刚刚提到他们总理奥利的部分就是哦，大家很难想象说，那为什么共产党会当选？我相信哦，这为什么今天谈这题是有趣的哦。那尼泊尔为什么人民会这么做？大家可能也都会好奇，老师您怎么看？因为你如果看近代史啊，你会发现就是很多国家从传统社会走上现代社会的时候呢，它通常都从君主制呢走到另外一个体制，不管在什么体制，那个可以是军人专政，那么也可以是这个开明的君主，这种比较少，开明君主，再来就是威权政体，再来就共产党，就你有几种选择。那通常这个选择呢，不完全是主观的，为什么呢？因为它跟这个国家的社会传统跟历史文化传统呢很有关系。尼泊尔就这么一个案例。为什么我们这样讲呢？尼泊尔很长一时间呢是君主体制，他的君主你说很残暴吗？那也还说不上，还说不上。但是毕竟是一个君主体制，但是君主体制到了近代之后呢，它的统治会有困难。为什么呢？当一个社会开始工商化之后呢，它比过去要复杂很多。以前君主可以统治，为什么？因为它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农业社会不管是经济生活也好，或社会生活也好呢，没有那么多元，相对来说比较单一，比较简单啊，抽税、耕种然后什么的，大家这个运作的很好。中国不是这样过了几千年吗？那后来为什么君主统治不行了呢？很多国家君主统治不行了呢？因为工业化了，工业化之后社会非常复杂，君主的能力不足以统治了，而且还有一点呢。社会上面这不同的利益团体跟不同的阶级呢之间的矛盾摩擦开始增大，所以君主没有办法有效平衡，最后怎么办呢？就出现政党，所以就出现了代表不同社会群体的政党。像我讲的最简单的例子，各位一听就会懂。英国有工党跟保守党，一个比较偏社会主义，一个比较偏资本主义。美国有民主党跟共和党，一个比较偏保守主义，一个比较偏这个社会主义或激进主义。台湾有民进党跟国民党，一个比较保守，一个比较激进，都是这样。为什么会如此呢？就是我刚刚讲的，社会开始工业化之后，开始工商化之后呢，传统社会慢慢就出现了分裂，就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们叫做二元对立或者叫二元对峙。那尼泊尔也跑不掉。所以当这个尼泊尔开始这个慢慢现代化之后呢，君主的统治慢慢大家觉得不得人心，因为你不能有效统治。好，那共产党跑出来了，共产党说，那我们要推翻君主专制，我们建立共和政体。这个尼泊尔人要么就是民智未开，就完全不能接受。一旦有一些人他的这个智慧打开了，然后这国际眼光开始提升之后，他就觉得说，可能民主共和比君主专制好。那所以这个呢，共产党就赢得一些支持。
第二，共产党他当然在这个地方搞了10年的游击战争，从96年打到06年，他提出几个诉求。共产党提口号是很厉害的啊，在中共当年在中国也是这样的，社会平等啦，土地改革啦，然后把这个边缘的群体吸纳进来了，什么等等，这些都颇得人心呢。所以推翻君主之后，君主大概差不多0608年吧，然后就放弃，然后就开始变成民主制度。啊，改政治制度看起来表面是改过来，但社会结构跟经济结构没有改啊，所以贫富差距还在，然后的阶级压迫还在。刚刚讲说尼泊尔是个农业国家，所以农业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各国在从农业社会走到工商社会，通过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土地不能再集中了，土地要分出去，不能再有大地主，不能再有大富农。为什么呢？这时候你要给大量的这个农民，让他们变成自耕农，让他有自己的土地，然后这样他才会愿意生产，这样国家经济才开发。当农业开始强大之后呢，你国家才能去抽税啊，去发展工业，所以它是一个有机循环。那么尼泊尔刚刚也跳不出这个循环了，所以土地分布不平均。共产党是最后喊口号的，所以他想说我要平均地权，那大家就接受了。那这样农民也接受，所以原来就是一个农民社会嘛，农业社会，所以农民支持呢，他的票就多了。再就刚刚讲说，尼泊尔社会跟印度社会有点像，它社会有贱民阶级的，它叫做达利特贱民阶级。那么他想说啊，我们要接纳跟包容这些边缘团体啊，什么山区住民也好，或什么低种姓的这些群体也好，我们通通接纳他们。那这些票就过，而这些人数众多啊。所以你说这些人都相信共产主义，也不是，因为共产党的口号呢吸引人。那再加上这个，坦白讲，他们的保守党呢叫做这个尼泊尔大会党呢，在过去执政一段时间表现不特别好，所以老百姓失望。那相对来说呢，左派的政党或者说表面上打了共产主义的政党呢，他的口号呢比较吸引人，所以执政的机会比较大。另外一点就是因为尼泊尔刚讲说，在中国跟印度之间，它刚好是两边的缓冲国，两边都想掌控尼泊尔的政局，但是怎么说呢？尼泊尔的共产党就执政的时候，共产党呢可能比较亲中共，但是社会上呢的氛围呢比较亲印度，不管文化、宗教各方面呢比较亲印度。更何况印度跟尼泊尔之间它是没有边界的，尼泊尔可以随意到印度去工作，那印度相对比较自由，所以老百姓对于印度的生活方式是比较能接受的。但是执政的这阶层呢，觉得我用中共那一套呢，比较更能巩固我们特权阶级利益，所以这样就造成了一些这个矛盾在这里。这东西你刚刚开始的时候你不觉得，一久了之后你就看懂之后呢，你就心生怨怼。现在问题就是不是有那根火柴去点火？那你把社群媒体禁掉之后呢，就是点火那根火柴。所以我觉得问题是出在这里。那当然，大家回到对于这次尼泊尔的一个事件之后，一开始我所说的，大家当然会反思说，中共事实上如果要比起尼泊尔的政府来说，我认为这个糟糕恐怖，事实上是高过数十倍以上。那大家就会谈到说，那这一次你看中共现在同样的失业，然后青年人对于未来的担忧，失业率也不断的高升哦，所以这一次这个尼泊尔第4代的革命，对有人就会说，那对中共来说是不是有可能是一记警钟？那老师怎么看呢？当然会了，这个都我想可能我觉得中共比我们更加担心，因为他对这个比较敏感。我们过去跟大家讲过多次了，我们说中共对于这个失去权力呢是非常害怕的，他们对于掌握政治权力或掌握任何的权力呢，还有一种病态式的敏感，所以他们对这个比我们大概要警觉数十倍呢都不止。你看他这些文献也好，你看他平常的宣传也好，他在讲什么？他担心苏东坡发生像苏联跟东欧的这些事情，波兰或风波。第二，他担心颜色革命，3天2头把这些拿出来讲。第三呢，那时候2010年前后爆发了阿拉伯之春，内部呢他禁了很多东西，连什么茉莉花那个什么这个歌都禁掉了。那这个胡锦涛当然国外唱了，国内都不许播什么等等。
那么也就是他们对于失去权力或对于群众暴动或者说人民起义呢，他是非常非常担心、非常在意的。最近这2年，现在我们讲尼泊尔了哈。最近这2年呢，大家回去看一看，斯里兰卡爆发类似的这个活动，然后孟加拉呢也推翻了政府，也是类似活动。现在轮到尼泊尔了，所以对中共来说呢，他是非常非常担心的。虽然这是边缘国家，看起来是小国家，他真的怕这火慢慢会烧进来，他真的是怕的。这个倒不是假的。而且你刚刚讲说尼泊尔的控制网络，所以引爆的事情。那为什么控制网络引爆这事情呢？因为经济萧条，因为这个官员贪腐，因为这青年失业，因为社会贫困，因为民不聊生，所有这些中共都有。那中共情况比他们还要严重。所以你问的就是为什么没有在大陆爆发，对不对？大家都在问同样问题，现在大家只问一个问题：什么时候爆发？大家在问这件事情。你记不记得前几年我们在节目上谈白纸革命，那时候不是那个清零风控搞得大家天怒人怨吗？那新疆乌鲁木齐因为一个公寓，这个就因为清零风控不让人家逃出来，就烧死很多人嘛。就有多少大学生在全国上抗议，然后举一张白纸，对不对？那最后呢，2个多礼拜，那中共就解除了这个东西。比如说他真的害怕白纸革命，结果后来中共一个驻外大使讲什么？白纸也有颜色，对不对？他那也是颜色革命啊。换句话说，他们对这颜色革命或对这种群众的革命呢，他们真的是远远担心过我们。所以真的还是那句话，我没办法回答什么时候会爆发。现在看来就是最后点燃那整个变局的那根火柴呢，什么时候引燃？这个是一个内部问题，当然这件事情还有一个外部问题。刚刚不是讲到说这个斯里兰卡跟孟加拉嘛？刚刚我们还提到，尼泊尔再往东边走个几十公里呢，就是巴基斯坦。刚才讲了什么严控网络了、经济萧条了、官员贪腐了、青年失业、民不聊生了，巴基斯坦也相当严重。所以巴基斯坦也在密切注视，这火会不会烧到我这里来？那我要注意的，不要到时候这个像阿拉伯之春一样，这火一把烧过这，我也引爆的动乱，那很麻烦。还有一点什么呢？我们刚刚讲了，尼泊尔呢北边是中共，南边是印度，所以2个大国呢长年以来呢都在影响尼泊尔内部的政局走向。你刚刚不是讲了吗？现在倒台的总理奥利呢，他是比较亲中共的。他倒台之后呢，现在是一个前任的大法官，一个女士。叫做卡奇或卡奇尔，那这个或卡基尔，那因为他那个翻译呢，现在还没有确认。他现在被年轻人用网络投票，用 Discord 投票投出来啊，他来暂代总理，那他也宣誓就职了。他上台之后他说：“我不会干超过6个月啊，我上台工作的第一就是我维持秩序，然后让国家能运转。”第二就是我尽快准备选举，希望明年3月5号以前呢，能够选出新的政府出来，那我就交班下台。他是老百姓在网络社群上选出来的。听说这个活动谁发起呢？陆军总司令。陆军总司令看见事情之后，跟老百姓讲说：“你们要不要推出一个人来，我们来接受他？你们推出来，我们就接受他。”在别的国家，陆军总司令可能就走进来，然后就发动政变，就夺权了。这个尼泊尔陆军总司令还不错，那你们去选出来，我们支持他。那现在选出来了，所以看看后面怎么走。那么也就是这个，第一呢，尼泊尔内政会怎么走，那是一个故事。第二就是新出来的这个卡奇尔，他当然是暂代的，然后他会举办下次的选举。你怎么知道下次选举他不会选赢？对不对？他有可能选赢的。他如果出来参选，他可能选赢的。甚至就是他就算不想参选，说不定很多人觉得说他形象跟各方面都还可以接受，我们推他出来选，有可能这样。好，那现在剩下一个问题就是，他现在因为他的外交跟内政过去政策走向都不明朗，大家都不知道，所以中共跟这个印度呢都很关切他的走向。所以也会这个施加影响力，希望说某种程度能掌控。好，那这是邻近国家。
在现在这种国际情势下，你认为美国不会插手吗？对不对？所以美国应该也会插手进来。那哪一天你看到川普在那个什么 social truth 上讲2句话，你就晓得说他想插手了。当然现在还没说啊，至少到我们截稿时候还没说。那我们看事情发展，所以这件事情呢，它可能要说，恐怕不只是尼泊尔的变天，然后一个亲共的政府倒台的这么简单。它可能会影响到南亚附近的这些政局的变动，甚至影响到大国之间竞逐呢。这些都还在未定之天，我们还有观察空间。其实我觉得在民主体制哦，特别我想在台湾的观众朋友应该觉得这个对政府的批判，非常天经地义的事情哦。那对于有一些威权国家来讲，他们会觉得哇，这是一个会造成他们政权垮台的部分。当然，你说这个民主国家怕不怕被骂？怕，但是他们被骂就顶多是下台而已，他们还不会到担心好像是为了搏命的这种的垮台哦。不需要拖到几乎全裸跳进河里面去逃命，还被追打。对，这就是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选择啊！这是我想多次明老师常在节目当中谈到的啊，不然你要选择共产集权的这样的主义吗？在台湾至少我们还是拥有，当你在骂台湾的政党或总统独裁的时候，那代表台湾还没有独裁，就是你还可以针对我们的这些国家的这些总统或者是政府提出各式各样的一些批判哦。但我觉得必须要注意的还是中共一方面可能从中这个我们看到了他的一个所谓警讯，但某种程度也是一开始我所担心的部分，会不会变本加厉？中共有没有可能对于他们这个中国人民的掌控变成2.0、3.0、4.0、5.0的这种境界哦，也就是看到别人怎么推翻，反而造成他学习如何来维护他的政权，用更高压的、更残暴的更冷血的方法来走。其实不要小看这个，是我想这才是我们真的对，这是我们很担心的一些问题哦。就是中国的民众所受到的这些未来的压力，我们恐怕是会越来越大。这个我想也是我们不乐见的部分了。你可以说尼泊尔是一个压力锅，但回过头来，中共是一个超大的压力锅，这个爆发的一个效益来讲，搞不好是世界级跟宇宙级哦。这个我想值得我们持续来做一些关注哦。那今天感谢明老师，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喜欢我们这期节目，同样欢迎大家可以分享给您的朋友，或者分享到您自己的一些社群哦，让许多的朋友可以了解看到我们这样的一个评论哦。如果您是第一次看我们节目的部分，也欢迎您可以订阅哦。我们现在努力迈向50万的订户哦，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肯定，但每次我还是要啰嗦说，如果您是翻墙在中国内部的朋友，不要为了这个义气的相挺来订阅，造成你的麻烦哦。我们真的要比气场，我们相信在我们这个还能呼吸的一天，一定可以看到中国政治上的一个变革哦，这是我们所期待的部分。再次谢谢明老师，感谢大家的收看。老师，其实刚刚谈到那个，就中共你也提到他们会学习会干嘛，就是大家有点搞不懂，就像那压力锅，到底中国现在缺的那个临门一脚是什么？明明又更不得人心，又更夸张，然后压力又这么大。当然我们说它会进化变2.0、3.0，那怎么办呢？我有时候都已经不知道中国的这些年轻人，他们到底是不能、不敢，卡住的问题是什么呢？有的时候真不知道，就像那个1989六四事件，因为那个我午夜梦回的想了多少次了，你都很难想象说那个事件最后会引爆到那么大。因为对了，大家当然很怀念胡耀邦，然后说想去悼念他。中国那时候聪明一点，我就开放灵堂让大家进去，那就没事了。哪怕就是秩序乱一点，那大家进去悼念他就过去了。现在你要去高压，然后最后酿成那么大的事情，你以为老百姓不记得？对，你现在你说我用洗脑的方式，很多人都不知道了。他不需要知道这件事情，下次碰到的情况他还是会爆发的，就这么简单。你说因为我不记得他下次不会爆发，没有这种事情。因为我们常常讲，我们说暴政到最后呢是挡不住人性的，因为最后暴政必须面对人性。今天尼泊尔的情况也是这样。那尼泊尔之所以会爆掉，中国还没有爆掉，就是因为社会控制力度的强弱的问题。尼泊尔你一看就晓得社会控制力度还不够强，
中共现在就是我不断去控制，不断去控制它。对，看起来我控制很稳。我们常讲，暴政在没有垮前看起来都非常稳的。你去看苏联、看东欧、看这些阿拉伯国家，之前都非常稳的，但一旦爆掉，你发现一泻千里，比他想象的脆弱，比他想象的脆弱太多，比外界想象中脆弱太多了。所以我想说，我们政治学家呢，始终相信人性，就在这里。当然我不说人性尽善尽美，人性尽善尽美，今天这些人世间的惨事情都不会发生。就人性当中有善有恶才会这样。那我们就希望我们的节目呢，能够多传播善念，然后多发挥人性当中善端的部分吧，然后抑制恶端，或者说能够消减恶端呢，这是我们的期望。那也希望说我们的节目呢，能够带给世界的这个讲华语的观众朋友们呢，更广阔的视野，然后希望是一个更美好的明天。是啊，这真的是拨乱反正啊！或者你比如说，你看到我们刚刚最起码老师所说到的，你中共喊的这些所有甜言蜜语的口号，你还不能去检视它，检视它还要高压。在民主政体，你给我喊的政见没有达到，我下次就修理你，马上就说你这个有说，但是没做到，达成率很低等等。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极大的差异。但是当然，我们最担心的是中共因为看到了这样的一些事情哦，未来用更惨不人道的方式来走。我觉得这是我们可能必须要去关注的一些事情。那再次谢谢老师，谢谢大家。